如果像我刚才说的，乌克兰的党政军内部已经都有被俄罗斯谍报机关渗透的影子的话，那么这个背后的后面的报复恐怕会来得更加猛烈。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2025年6月3号星期二在全网播出的这两天直播视频。先给大家说个事儿啊，大家要高度关注本周。本周呢，无论在俄乌还在中美关系上，都可能会发生一些事儿。本周大家知道，在俄乌问题上已经发生一些事儿。前天星期天的时候，乌克兰袭击了俄罗斯的4个军用市场。那么昨天呢，双方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会谈，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双方会谈的时间只有1个小时，而且俄罗斯在会谈当中提出了许多苛刻的条件，令乌克兰感到无法接受。那么现在有一句话，之前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恐怕同样也得不到。所以呢，下一步啊，其实俄乌战场上还会有更多的事情会发生。说实在，这次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来是想在这个谈判桌上获得一些东西，但现在看起来恐怕还不可能完全获得。那么下一步到底什么呢？下一步显然是俄罗斯一定会反扑，而且反扑的力度一定不会很轻。那么果然，昨天俄罗斯已经做了一些反扑了啊，已经造成在反扑俄罗斯的袭击过程当中，已经有一批人员死亡。所以未来几天，大家可以高度关注这个事情。这个第二个呢，在中美关系的问题上，这个中美贸易谈判某种程度受阻，这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了。美国方面已经几次放出风声，说最近一段时间有可能会中美双方的领导人会通话，但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觉得这方面最主要是中方目前在看美国的诚意到底有几何啊？因为一方面美国伸出橄榄枝，一方面在继续在包括签证啊，包括贸易等等问题上，再继续对中国进行施压和打击。那么在这方面，这个中方显然要给美国另外一些比较难啃的骨头啊！这又印证了战场上说的另外一句话：双方互相瞄准，就看谁先眨眼睛。我们中国人另外一句话说：两军相逢，勇者胜。但是中美关系到最后一定是斗而不破，但在斗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斗有斗智。先斗有，然后才是斗智。所以这两个事儿啊，现在美国方面不断的放出风声啊，说这个中美本周有可能要进行元首对话。这个当然我们不要完全相信美国，我认为这是美国目前急了在放出风声，但是也有可能双方有可能会在本周之内进行元首的通话。所以无论是俄乌谈得好不好，或者更加准确的是说在前线打得好不好，下面会变成一场更加激烈的鏖战，然后再重新返回谈判桌，还是中美要么是本周会有元首通话，要么是中方还会让子弹再飞一会儿，让美国人再急一会儿，然后再最后实现元首的通话。但说实在的，即便是中美元首通话，也不可能一次性解决所有的问题。中美之间一定是在关系缓慢下滑过程当中的一些修复性的技术的调整。好，那么后面我们再来讲讲这个俄乌之间，说实在的，在昨天谈判到底俄罗斯提出了哪些在乌克兰看起来难以达成的条件。据说啊，俄罗斯方面说，这个无论是克里米亚还它目前已经被占据的这个4个州，要有国际法来定义，完全属于俄罗斯。而且乌克兰的第二呢，乌克兰不但不可以拥有外国军队，而且不可以加入任何的形式的外国的包括军事联盟在内的其他的联盟，必须全方位的保持中立，同时还跟俄罗斯还有一系列的其他的紧密的关系等等。这个在乌克兰看起来显然是毫无诚意，所以昨天的会谈1个小时就结束了。那么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双方这个还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唇枪舌剑发生啊，所有的这些啊，其实让我们想到未来的俄乌战争有可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都未见得能够马上结束。当然最近一段时间，如果你是关心黄金走势的朋友，如果关心国际油价的，关心这个经济市场的，包括关心下半年开始的中国经济的朋友们，肯定都非常关注俄乌战争会不会结束，同时呢，中美对话会不会进行。其实中美对话会不会进行，主要是涉及到中美的关系能不能技术性阶段性缓和，从而有利于下半年的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世界经济。
有关这个问题呢，由于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就不能大段的展开了。我们的智库团队其实每天都在做这方面相应的研究，提供给我们的会员和客户，所以朋友们可以持续的关注啊。另外，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我的评论区。那么我的个人的研判就是俄乌战争恐怕还会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所以本周开始大家要非常关注俄罗斯的反扑行为。说实在，乌克兰这次的整个的情况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用我昨天的话来说，18个月零9天，而且是情报工作、谍报机关开始策动，居然能够瞒得如此之好。因为双方现在在交战过程当中，坦率地讲，俄罗斯的谍报力量也很强，几乎已经渗透到了乌克兰党政军的方方面面，但这次居然能够瞒了18个月零9天。第二个呢，在隐瞒了那么长时间之后，居然还能够深入俄罗斯腹地4-5千公里，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第三个呢，他事先是把无人机通过走私的方式运到俄罗斯的而且是放在卡车上就近进行攻击。那么这个说实在也涉及到他现在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相结合的技术发挥到了淋漓尽致。背后有没有西方国家？我想一定是有西方国家支持，但是他确实这次是成功的瞒过了特朗普，这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奇迹。今天早上我听广播，乌克兰的情报机关的首脑非常的自豪，说特朗普，你不是说 we have no cards in hand？ 这今年2月份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对泽连斯基说的，他说我们现在告诉你，我们手里是有牌的，但是问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俄罗斯后面一定会反扑，而且俄罗斯的军事力量、谍报力量丝毫不弱于乌克兰。如果像我刚才说的，乌克兰的党政军内部已经都有被俄罗斯谍报机关渗透的影子的话，那么这个背后的后面的报复恐怕会来得更加猛烈。所以这是一个让人觉得很遗憾的事情，但是恐怕是我们必须正视和认真对待的事情。所以从昨天在伊斯坦布尔的双方的1个小时的谈判的情况来看，显然子弹还要再飞，显然在战场上还没有达到置于死地方能后生的地步。那么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也表示，他说他愿意，他是 open 的，他对于什么事情是 open 是开放的呢？他对于和普京和泽连斯基与他们2个人同时进行见面，换句话说就实行3方会谈，特朗普、普京和泽连斯基3个人的会谈他是开放的，甚至是抱有兴趣的。这个理论上说，我个人觉得是特朗普的一厢情愿。如果说前期他的官僚、他的团队没有能够搭建好这种机制的话，那么谈反而还不如不谈。但是特朗普既然说了，也许就会在后面做某些的一个铺垫和谋略，这我想我们大概也是在未来一段时间需要关注的。所以今年2条线看上去很散，但其实2条线的背后都各有2条线，一条就是2条线本身，一个是俄乌战争会不会结束，什么时候结束，什么程度结束，战场上、外交场上会打成什么样子，今年下半年可能哪几个时间点，这个我们的团队正在紧锣密鼓的研究。第二个，中美的谈判本身什么时候通话，会通到什么程度，我们也在研究。然后第二个层面最主要的是，俄乌战争一旦无论是向激化还是向区域缓和的方向发展，还是中美未来继续向激化或者缓和的方向发展，一定会影响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当然对黄金、对油价、对股价、对汇率都会有影响。所以这些还是那句话这个我们团队有研究成果，大家可以来关注。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大家。